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单刀直入 FX。今天是2月6日，星期二。因为有其他事情耽误了2天，以后尽量在每周日更新发布。现在对上周的盘面结果做一个总结，并对下周的走势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预判。上周因为月末有美联储利率发表和讲话，周末又有非农的发表，尤其是非农数据比预期有大幅利好，总体上是大幅震荡的走势。现在看一下这周的重要数据发表的预定，主要关注周四的原油在库，可能会对原油的走势产生很大影响。首先看一下美元对日元的走势结果，周线图收一根长下影的十字线，基本上符合箱型震荡的走势预判，属于基本一致的情况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周的走势预判，月线图与周线图在5个均线附近盘整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日线图的布林线也逐渐收窄，有盘整的趋势。下周的4小时图可以做一个箱型区间震荡的走势预判。下面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的走势结果。从周线上看，收了一根小阴线，与震荡向下的走势预判基本相同，属于判断一致的情况。接下来看一下这周的走势预判，月线图持续走阴线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周线图与日线图仍然是持续向下的趋势。下周的4小时图可以做一个震荡向下的走势预判。下面来看一下标普500的走势结果。从周线上看，持续收一根阴线，与横盘震荡的走势预判不尽相同，属于不太一致的情况。对于下周的走势预判，从月线和周线上看仍然是上涨的趋势，但是有过热的迹象。日线图则是持续上涨的形态。下周的4小时图基本上以箱型区间震荡的趋势为主。接下来看一下日经指数的走势结果。周线图收一根小阳线，4小时图大体上在布林线范围里上下震荡，属于基本一致的情况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周的走势预判，从月线图和周线图上看有过热的迹象，而日线图的布林线收紧，有横盘整理的趋势。下周的4小时图继续做一个箱型区间震荡整理的走势预判。接下来是黄金对美元的走势结果。周线图收一根十字形的小阳线，与震荡向下的走势预判有很大差别，属于不一致的判断结果。接下来看一下这周的走势预判，月线图有走阴线的迹象，周线图则是横盘整理的趋势，日线图则有可能在箱型区间震荡。下周的4小时图可以做一个震荡向下的走势预判。下面是比特币对美元的走势结果。从周线图上看，收一根带上影的小阳线，与震荡向上的走势预判基本相同，属于基本一致的判断结果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周的走势预判，月线图上看有过热的迹象，周线图的布林线收窄，有横盘整理的趋势。
日线图也是箱形区间震荡的态势。下周的4小时图可以做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预判。下面是白银对美元的走势结果。周线图收一个上下长影的小阴线，与震荡向下的预判结果基本相同，属于基本一致的评价结果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周的走势预判。月线图与周线图维持一个向下的趋势，日线图则是箱形区间震荡的态势。下周的4小时图可以继续做震荡向下的走势预判。下面是美国原油对美元的走势结果。周线图收一根大阴线，与震荡向上的预判结果完全相反，属于一个错误的评价结果，与前一周同样连续2次出现判断错误的情况。因为每周四受美国原油在库统计发表的影响，不能单纯的拘泥于技术图表的分析，还需要关注重要数据结果发表的影响。对于这周的走势分析，月线图和周线图基本上是横盘整理的趋势，日线图则是箱形区间震荡的态势。下周的4小时图可以做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预判。以上是对一些交易品种的简单分析，主要是为了下周操盘时提前有所准备。随着实际行情的展开，走势既有可能发生变化，甚至走出与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在实际交易的过程中，需要随行就市，灵活应用。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所有客户的投资损失均与本频道无关。想进一步了解 STP 全能交易助手的详细功能，请参阅下方链接。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、点赞和转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